你知道太阳有多大吗？我相信不问 AI 知道的就没几个人了。不信你看看评论区。太阳的直径达到了139万公里，能装下130万个地球。宇宙中最快的光速绕太阳飞一圈都需要4.6秒。但在目前发现的最大恒星面前，太阳连一粒沙子都算不上，以光速绕一圈都需要将近9个小时。它就是恒星史蒂文森2.18。这时候肯定就有人说了，你又没去过，你怎么知道它有多大的？那恒星的大小到底咋算的？简单来说，天文学家看的是光球层半径，就是恒星发光的外层表面，这个表面之内才算是恒星的本体。为了方便对比，他们用太阳半径当单位，一个太阳半径约等于69.57万公里。但问题来了，宇宙里的星星动辄离我们上千上万光年，连望远镜看过去都只是个小点，咋就能算出它的半径？这里藏着2个关键步骤，先测看起来的大小，再算实际的距离，最后用几何原理一换算，恒星的真实尺寸就出来了。你可以这么理解，就像你远远看到一个人，先判断他看起来有多大，再算出你和他的距离，就能大概猜到他的真实身高。但恒星的距离可比测人的距离难多了。近一点的恒星，天文学家能用视差法，地球绕太阳公转，半年换一个位置，就像用左右眼看星星，通过2次观测的角度差就能算出距离。但远一点的恒星，这个角度差小到可以忽略，只能靠光谱对比，把遥远恒星的光分解成光谱，和我们已知尺寸的恒星光谱对比，就能推断出它的亮度和表面温度，再代入公式算出半径。搞懂了测量方法，咱们来看看最大恒星的宝座之争有多激烈。最早被公认的巨无霸是大犬座 VY， 这是一颗位于大犬座的红超巨星，它离地球约3900光年，巅峰时期被认为有1800个太阳半径。啥概念？把它放太阳位置能轻松吞掉木星。但后来更精确的测量发现，它实际半径约1420个太阳半径，虽然还是很大，但第一的位置肯定是保不住了。接手第一宝座的是盾牌座 UY， 它在盾牌座里潜伏了10几年，一直被当成最大恒星。天文学家最初测算它离地球约1万光年，半径高达1700个太阳半径，连光绕它一圈都要7个小时。但2018年，欧洲航天局的盖亚卫星用视差法重新测量，发现它其实只有5000光年远，半径一下子缩水到755个太阳半径，这下冠军宝座彻底空出来了。就在大家疑惑谁才是真正的最大恒星时，史蒂文森2.18横空出世。它和盾牌座 UY 在同一个星座，却离地球更远，约1.9万光年，藏在一个密集的恒星诞生区里。一开始天文学家没把它当回事儿，觉得它只是个外围成员，但后来发现它的亮度居然是太阳的44万倍，远超之前认为的恒星亮度极限。把亮度、表面温度带入公式一算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它的半径竟然达到2149个太阳半径，换算成实际距离就是约150亿公里。要知道土星离太阳才14亿公里，也就是说这颗恒星的表皮都能摸到土星的轨道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太阳是一个篮球，史蒂文森2.18就相当于一座直径超过2公里的巨型体育场，100亿个篮球才能把这座体育场填满，是不是夸张到离谱？那恒星为啥能长到这么大？其实恒星的身材全靠内外拔河，核心的核聚变产生向外的压力，自身的引力产生向内的拉力，两者平衡时恒星就保持稳定。但恒星老了之后，核心的氢燃料烧完就会开始烧氦甚至更重的元素，这时候核聚变的压力会突然暴涨，把外层大气吹得老远，恒星就会从主序星膨胀成红超巨星。史蒂文森2.18就是处于这个晚年膨胀期，而且它的质量足够大，能持续烧更重的元素，所以膨胀的比其他恒星更厉害。不过别担心，它离地球1.9万光年，就算将来变成超新星爆炸，也影响不到我们，顶多在夜空中多一个临时小月亮。更绝的是，天文学家推测史蒂文森2.18可能还没停止膨胀，它现在还比较年轻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核心温度会越来越高，可能会变成黄超巨星，体积还会再长一圈，到时候它的统治力可能会更惊人。看到这儿，你可能会想，宇宙里会不会有比它更大的恒星？答案是大概率有，毕竟我们能观测到的银河系只是宇宙的冰山一角，还有很多恒星藏在尘埃云后面，或者离我们太远没被发现。就像以前我们以为1500个太阳半径是恒星的身高极限，但史蒂文森2.18直接打破了这个记录。其实宇宙的神奇之处就在这儿，我们总以为找到了天花板，却总能发现更不可思议的存在。从太阳到大犬座 VY， 再到盾牌座 UY， 最后到史蒂文森2.18，人类对最大恒星的认知一直在被刷新。而这些巨大的恒星不仅是宇宙的灯塔，更是元素的加工厂。我们地球上的金、银、铜、铁，甚至我们身体里的碳元素，都是恒星晚年核聚变或超新星爆炸时产生的。可以说，没有这些宇宙巨兽，就没有多彩的宇宙，更没有生命的存在。现在史蒂文森2.18稳坐已知最大恒星的宝座，但谁知道下一个打破纪录的会是谁呢？